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普通话的过程。上一次呢，跟大家说了一下我进步广东话的过程。那今天呢，我又说一下我学普通话的过程。我普通话跟广东话不一样，因为广东话是我的母语，所以我是从小到大说的普通话，不是广东话。但是普通话呢，我是后来学的，学了差不多10年左右吧。10年前我开始学的时候，没有想过要学，因为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喜欢看一些中国的仙侠剧，还有古装剧，然后我就开始看一下那个节目，它叫什么《快乐大本营》，对，我特别喜欢看《快乐大本营》，所以呢我就开始感了一点兴趣，对于普通话感兴趣了。还有因为很多普通话当中很多词跟广东话是很像的，尤其是语法中也是很像，所以呢我就开始感兴趣了。然后我爸妈也很积极的鼓励我，他们说学普通话学多一个语言是好事，所以呢他们说很好的主意，所以就开始了。当初我是自学说错，当初呢我是自学的，对，就我在网上找一些课程啊，然后在网上自己学。这个问题就是我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可以跟我一起练习，所以呢我有的时候也是我很懒的，没有那个意志力继续学习。然后我在差不多16岁的时候，我读在英国我们叫 sixth form， 那就是等于高中吧。我开始学那个，我选择了 A Level Chinese。那 A Level Chinese 分开2部分的，是2年的。第一年呢就是 AS Level， 第2年呢是 AT Level。我就读那个 AS Level 的时候呢，我就买了一本课本我这里没有，我的课本在伦敦，所以我这里爱丁堡没有的，所以我没办法让你们看一下。对，这是我买了一个 AS Level 的课本，然后我就自己每一个星期都会花1个小时左右吧，就上这个就自己看一下那个课本。你可以说很难，有点难的，因为我阅读不是很好，我阅读都是看剧的时候看字幕学回来的，所以呢我会一点点的，就不会太多。所以那当初呢就开始的时候都是不停的那个查词典来读，然后呢开始呢我就开始写作。我有一个技巧，就是把课文抄出来。把课文抄出来呢，我就学会了一个语法点啊，然后怎么写，记住那个汉字怎么写，那个其实我觉得很好，很有用的。就因为你抄课文的时候呢，因为很多课文当中的词是一个常用会用到的常用一些词，比如说我、你、他、他们，会因为之类的常用到的词汇，所以呢，如果你不断的抄那个课文的时候，你会熟悉，对这些词更加的熟悉。对，然后呢，我就阅读就是练习吧，就很多那个书里面很多的课文，所以我练习了很多。就是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很多词，比如是常用词，你会看到很多次，你看到多次了，你就会熟悉了，变得更加熟悉。对，然后呢，我在看我笔记对，因为我有广东话的基础，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学普通话没那么难吧，还是难的，是没那么难。对，然后我在第2年呢读 A2 Level Chinese 的时候，我就请了一个辅导师。那个辅导师他非常的好，因为他非常积极，然后他就会也很严格的，他每个星期都会给我一些功课，然后给我单词来背。我背不熟的话就会罚抄，就会把这个不熟的词抄几百遍，然后直到我记得为止。对，然后他又会让我造句，就是他一个生词，然后他就会考我懂不懂他这个什么意思，然后能不能举例句，就这样了。如果举不起的话，我举不到的话，就会罚我再练习再背。对，所以他都很严格的，所以呢，我可
开始我有辅导师的时候，他开始有一种意志力，因为我知道我有功课要做，所以我在休闲时间的时候，我就会开始比较积极的学习。对，然后呢，对，上大学之后呢，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或者有的人可能知道，我上大学读的专业是中国系。在这个系统里面呢，是大部分最主要的是汉语。对，我学汉语的时候，其实我有这书，对，学汉语的时候呢，是用这本书，这个系列书，它叫那个新实用汉语。那个新实用汉语很好，因为它说到实用嘛，所以呢，你会一些里面有些课文呢，它会用到一些常用到的词汇。我给你看一下比如说这里，所以这里有一些对白。对，很多都是对白，然后它也会有一些文化片，它说一下文化的故事啊什么的。然后它有生词呢，那个生词也会有的，大家看到吗？生词，它有生词，然后有一些问大题呀，然后一些又注意，对，就是注意，比如说一些语法点呢也会解释的很清楚很仔细。然后呢，对，有些问大题呀，是讨论题呀什么的。然后呢，它对，很多练习，对，就非常的多练习。看一下有什么的，对，这是很多练习的，这个我们在课上会用到的。所以这个是第3次，因为我开始的时候呢，因为我在大学不是最基本的，所以我考了试，然后考试之后呢，就开始读那个我是从第2次开始读的，但是第2次我已经带回伦敦的不在这儿。但是在那些书呢，第3册我只有那个课本，但是第4册呢，第4册比较实用一些，就是是第4课那个实用汉语，它挺厚的，然后我有一个练习册，这个是练习册，对，练习册，这个 work， 对，这个练习册呢就很多练习的，这里那个课本里面也会有练习的，但是这个是比较多的，所以这个是用来补充你学到的什么内容，这个都是来课上的时候学的，但我觉得你自己自学的时候也可以。所以最重要的，你可以给你自己一下时间，然后你说，我觉得自律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语言的时候，比如说你每个星期你就会给你自己一个。比如说一个闲期吧，就说我要星期1之前做好这一篇文章，做好这个练习这样的。当然，我觉得你可以请一个辅导师，我觉得辅导是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练习语言的一个方法，因为他会，比如说你做练习，有的时候没有人看你的练习，没有人会帮你改正你的练习，你做有时候。你做了就等于没有做，因为没有人告诉你做的对不对。所以有辅导师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查看你做的对不对，然后你才可以进步的。对不起，说不了话。对，然后呢，我去大学，对，学了，就是我4年嘛，我这专业是4年的。大3的时候呢，去台湾去交换了。本来应该是1年的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交换了6个月而已。对，在台湾的时候，我有一个课本呢是我退换了，因为它太重了，我没有带回英国。但是在第2学期的时候，因为读了2个学期，第2学期的时候呢，我老师做了这本书给我们，这个课本就比较特别的，它主要的是书面语。我觉得一个语言最高级的程度就是书面语。这书面语说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新闻吧，我记得在我印象中都是新闻。对，就是看一下新闻什么的，比较就是比较书面的，比较正式的。对，这个里面就是新闻之类的，很多不同的，因为我的老师他聚集了很多不同的内容，但是对，主要的是新闻。对，新闻的，然后它会有一些问大题呀，然后一些词语搭配啊，什么练习啊，有很多，然后大家可能看到嘛，就是不会画了一点点的笔记在里面。对，就是你
所以我觉得自己买一个课本，然后你可以自己画，在里面画那个笔记，就画什么的。对，我喜欢用很多不同的彩色，我觉得比较好看的，所以我就做这些。对，这个不是书面语的，就是比较高级的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我学普通话的过程吧，就是最近几年，对，尤其是对，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我还没说的对，就我上了大学之后呢，因为我长大的地方没有很多的华人，所以没有这么多机会可以练习口语还有听力。所以我上大学之后呢，我们有很多的机会，因为很多我当时大陆的就会说中文的人吧，很多，所以呢，我就开始积极的找人去练习。其实是免费的，不需要花钱的什么的，不需要的。对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找一个学语言的伙伴，这个会学伴就是很好的。然后对，所以现在呢，可以说我达到了一个可能可以再说一下，我达到了一个可以与人交流的一个程度了。对，所以就非常的开心，这10年的苦劳。然后像最近呢，因为我已经毕业了，所以没有那么多的可以学汉语还要练习汉语的机会，所以我喜欢现在在 YouTube 上呢就会看一下普通话的视频吧。最近喜欢看是煮饭的频道。在我广东话的视频里，我上一个视频，说了几个频道是做菜的。有一个它叫个家常菜记日记的频道，它是做家常菜的，然后他也就说普通话的，我觉得他很好，因为他说很快，所以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听力练习的。他有字幕，但是呢，我喜欢听一下他说什么的。然后呢，我最近很喜欢看有2个鹦鹉。他这个频道的主人呢，就会记录一下2个鹦鹉的日常生活，对，就很可爱的。他们叫那个马可波罗秀，对，我建议大家看一下，都超级可爱的。对，对，就这么多的吧。就我学普通话，所以当初刚开始的时候就自学的，当初我觉得没有什么自律吧，很难，就我觉得没什么的，没有人监督我。找到辅导师之后，我的进步快了很多，因为他一直在监督，然后给我功课啊，做的不好啊就会罚抄什么的，就会给了我一种意志力还有鼓励去学。然后大学也是，因为我很多考试啊什么都是关于汉语跟汉语有关的，所以我也不得不学习。这样说不能偷懒。对，当然就是对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开始学的话，就买一个课本，比如说个实用汉语课本也很好的，或者什么课本都可以。最重要是练习的，我觉得买一个练习册也可以，也是的。对，虽然今天我说的是学普通话的过程嘛，我觉得，但是这些技巧或者这些建议，对于其他语言都是一样的，无论是学英语啊、广东话啊、法语啊、西班牙语啊，什么语都是的。你最重要是意志力，你要找一个意志力，你要找一个目的，为什么要学？你要在什么时间之内要学好你的语言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还有哪一个心情固定一些时间去学语言。对，所以呢，今天就这么多呢。所以下次我们还没想好下期要说什么，大家有什么建议的话，请留言。然后就这么吧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期见的，拜拜。